家中的顶梁柱张老爷子突发脑溢血，住进了医院。幸运的是，经过全力救治后，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。然而，张家原有的和睦以及平静也就此被打破。老爷子恢复后，留下了一系列的后遗症，不仅右半身瘫痪，说话也不再利索。面对即将出院的老人，照顾问题成为了全家人最棘手的难题。在此之前，张老爷子一直跟孙子张良居住，但现在他生病了，需要人照顾，而张良平时白天上班都不在家，所以张良的继母李萍提议给公公请个保姆。但小姑子张华玲却觉得父亲现在说话都不利索，请保姆她不放心。你不放心，把爸搁你那儿去啊？姑姑姑父平时都那么忙，表妹又要高考了，他们哪有时间照顾爷爷？那依你们姑侄俩什么意思啊？合着把爸推给我们呢？张良自幼丧母，李萍是他的后妈，但由于没有血缘关系，并且李萍嫁过来时还带着一个儿子，所以打从一开始，李萍就对张良十分冷淡。张老爷子怕亲孙子跟着后妈受委屈，便把张良接回家跟他一起住。所以这些年下来，相比于父亲，张良跟爷爷还有姑姑张华玲走得更近些，也更亲一点。眼见张良、李萍两人因为自己就快要吵起来，张华玲急忙从中打圆场，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请保姆可以，但是嫂子也得过来帮着照应一下，保姆钱他来出，等半年后他女儿高考结束，他再把父亲接到他那儿住。李萍闻言还在迟疑，一旁的亲儿子李成却先开口赞成这个主意。陪爸住啊，我没意见，可你们算算看，爸这儿够住吗？我们一家3口，加上爸，还有张良，再加上保姆。不用管我，我可以跟单位申请宿舍，我搬出去。那也不够啊，我和你爸一屋，你爷爷一屋，保姆一屋，那李成怎么办呢？这还不简单，我睡客厅呀。哎呀妈，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吗？咱都凑合凑合。在一旁沉默良久的张华庆也终于开口说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那就这样安排吧。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李萍只能极不情愿地答应下来。然而事情却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老爷子出院仅1个月时间，保姆就跑了3个。面对这样的困局，出手阔绰的张华玲想把保姆费再往上提点。李萍闻言吃惊不已，说再涨的话，保姆赚的钱都快要赶上他们一家的收入了，这样的话还不如把钱给他来照顾。张华玲听罢大喜，显然他就想套出嫂子这句话。李萍知道自己说漏嘴，赶紧转移话题，可张华玲却坐到他身旁，说请保姆花钱是小事，主要还占位置。李成现在还在客厅睡着呢，而且家里有个外人总归不方便。你要是愿意照顾爸呢，这费用我出啊，另外爸那退休工资啊也全都归你，咱们一家出钱，一家出力。我看这事儿值得考虑。壶里啊没水了，我先灌水去。临走时，李萍悄悄给张华庆使了个眼色，将他叫到厨房，说照顾老爷子他可以分文不收。张华庆听后激动不已，正想夸妻子贤惠，不料李萍却紧跟着说道，钱他是可以不要，但是老爷子走了之后，这房子得给他们。张华庆闻言顿时面露难色，说华玲也是爸的孩子，而且这些年出的钱出的力都比他们多，这种话他怎么说得出口？你要不乐意伺候爸，你就甭伺候，这话我说不出口。张华庆说完就走了出去，却不料这一番对话都被门外的张华玲听见了。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张华玲竟然同意了，说只要嫂子能好好照顾爸，这房子他不要了。李萍听到这话，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就这样，兄妹俩达成了共识，李萍也说话算数，尽心尽力地伺候老人。全家人看着张老爷子的脸色一天天红润起来，都是由衷的高兴。而就在这时，张良也带来了双喜临门的好消息，他的女朋友孟云怀孕了，两人于近期准备举办婚礼。然而就在全家人忙着张罗张良婚事的时候，张老爷子竟再次突发脑溢血，不幸离世。而整部戏最荒唐的戏码就此开始上演。家人还没来得及从悲痛中缓过神来，张良却拿出了一份爷爷的遗嘱，找到姑姑张华玲。遗嘱上面写着，老爷子死后房子的所有权归张良一人所有。张华玲对此大为吃惊，父亲立遗嘱的事怎么他事先都没听说过？张良解释说，这是爷爷临走时交代的，他知道张良要结婚了，但却没有婚房住，所以就打算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张良。可他又怕提前说出遗嘱
会惹得李萍不高兴，在家里大闹，所以吩咐张良必须等他离世后再拿出来，到时一切已成定局，再没有挽回的余地。老爷子显然是偏心张良这个他从小带到大的孙子，可他怎么都想不到，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，反而给张良带来了天大的麻烦。张华龄看完遗嘱后，内心并无什么波澜，因为他早就承诺退出房产争夺，可他也深知嫂子那关绝对不会那么好过。然而他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，最不能接受的竟是哥哥张华庆。在张华庆看来，房子给他或者给张良都一样，但父亲绕过自己偷偷立遗嘱的事却让他十分生气。尽管张良解释说这些都是爷爷吩咐的，但张华庆就是无法接受这种事实。他觉得爷孙俩人都把自己当空气了。李萍更是质疑遗嘱的真实性，认为是张良在背后动了什么手脚，并拒绝搬出老爷子的房子。两位至亲之人的疏离让张华庆倍感羞愤，再加上李萍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张华庆跟儿子张良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。张良多次找父亲商量，但每次都无功而返，而女友分娩在即，他又无法搬回家住。无奈之下，张良决定采取法律手段解决问题，第一次将父亲告上了法庭。然而由于遗嘱没有经过公证，也没有证明人，法院驳回了张良的诉讼请求。官司失败后，父子俩的关系彻底决裂，张华庆甚至拒绝与儿子沟通。张华龄不忍心见大哥一家人闹到这种地步，遂出面调解，希望哥哥能尽快将房子腾出来给张良当婚房。毕竟孟云肚子里怀的也是张家的骨肉啊，却不料竟被李萍反呛他别有所图，并怀疑遗嘱就是张华龄跟张良姑侄二人搞的鬼。甚至连张华庆也开始怀疑妹妹和儿子是否串通好欺骗自己。张华龄一气之下建议张良第二次起诉父亲夺回房子的所有权，而这次事情却有了意料之外的转机。因为张良从小就跟随爷爷一起生活，对爷爷履行过主要的赡养义务，法院最终裁定张老爷子的房子由张华庆、张华龄兄妹俩以及张良共同继承，三人各占1/3。但是官司判了，矛盾还是无法解决。张华庆夫妇占自己有1/3的所有权，仍住在老爷子的房子里，拒绝搬出。不仅如此，张良领证急需户口本，张华庆也不肯给他，阻碍他办理结婚手续。多次交涉无果后，张良以干涉婚姻自由为由，第3次起诉父亲。这次诉讼，张良再次胜诉，并成功从父亲手上拿过户口本。然而3次对簿公堂，已经让张良跟他父亲的关系到了再无挽回的余地。张华庆更是放下狠话，除非自己进监狱，否则绝不会将房子交给儿子。而就在这一切即将进入悲剧之时，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竟站了出来。李成知道母亲煞费苦心要得到爷爷的房子，无非就是想留给他以后做婚房用。他跟张良虽说不是至亲骨肉，可从小一起长大，也从未闹过矛盾。现在未来嫂子就快要生了，而且哥哥从小又是在这里长大的，当初是爷爷病了需要人照顾，我们才搬过来住的。现在爷爷走了，这房子按理来说就该还给哥哥。再说了，爸为了这事跟哥哥闹翻，整天闷闷不乐的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气到生病吗？再说了，我离结婚还早呢，要真到时候咱们有钱买房，没钱租房呗。咱们搬回去吧，以前那样多好呀，干嘛非跟张良哥较劲儿啊？李成的话最终打动了李萍，而另一边，张良的未婚妻孟云也拉着张良多次登门道歉，希望父子二人能够冰释前嫌。最终在李成以及孟云的劝说下，父子俩心中的坚冰终于开始融化，一家人重归于好，共同期待新生命的到来。在处理家庭矛盾时，法律虽然是必要的手段，但并不是最佳选择。真诚的沟通、互相理解和适度妥协，才是解决家庭问题的良方。只有当家人之间保持开放和诚实的交流，互相尊重彼此的需求和感受，家庭才能真正和睦。